这是我和嘉诚的初吻，就在与他相识的第一个冬天。那天是我们的定情之日。嘉诚果然还是回青楼了。来，新年快乐哈！新年快乐！来吃菜。谢谢妈。你也尝尝。小姐吃菜。谢谢妈妈。多吃啊。就因为你喜欢吃零食啊？你看我妈买了多少？你还说小简呢？其实啊，是小简叫我上午去买的。嘉诚啊，妈，小金在我们家习惯不习惯？今天晚上我看他饭菜都没吃几口。爸妈，你们别操心这些了。他呀，平时就这样，总是说自己在减肥。嘉诚啊，你和小金的事是怎么考虑的？打算今年结婚吗？所以，我才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。你知道的，嘉诚，爸爸妈妈从来不干涉你的事情。可是，小金有点让我们担心，她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，这以后结婚在一起生活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？事事都得迁就她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小静她的确有一些小脾气，可是没有大毛病。那你们在家里打算住几天？我看她带了一箱子衣服，鞋子就有5双，能穿得过来吗？不是妈妈观念老，我们就是有点担心，她跟你不是一路人。你说将来结婚在一起，这生活习惯一致不一致，性格是不是合拍，都很重要。小金的爸爸是院长，对你的工作未来都会有帮助。但是婚姻大事，你还是得慎重，毕竟以后要生活一辈子的，彼此合适才是第一位的。工作很重要，婚姻家庭也很重要。好了，爸妈你们就放心吧。我跟小静在一起，也不是因为宋院长，我们两个磨合磨合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好。那，这个是爸爸妈妈准备的，回头你送给小静，也算是一份薄礼。记住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妈妈都是支持你的。关键时刻，想说话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。俏俏，师姐，新年好啊！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儿你们慢慢聊，有空电话联系。再见。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用得着跟我解释吗？你先别生气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，
你想解释，那解释吧，我听着。你别告诉我你是想用接吻来跟陈子松分手啊？是，我承认，我是和程子松复合了。你们有分手过吗？我现在都严重怀疑，你打心眼里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他分手。我真的跟他提分手了，但是他不同意。你不知道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，发了多少短信。今天是大年30，他留下自己的家人跑来见我。我本来是不想见他的，可是他说见不到我就不走，所以你就心软了？你就认为他真的非常爱你，爱到根本就不能失去你，是吗？小姐，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努力想忘掉他，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爱他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种行为，就是在飞蛾扑火，是在明知故犯。没错，我决定了，就算飞蛾扑火，我也愿意。但你知道在未来，陈子松他是怎么伤害你的吗？你知道他伤你有多深？不要再说你知道什么了。如果伤害，那就伤害吧，又如何呢？不能因为你知道结果就不要过程了吧？难道你让我强压自己的感情，自己骗自己说我不爱他吗？你觉得我对程子松是一种执念，那你对叶嘉诚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啊？不能因为你在未来和叶嘉诚相爱，你就认为叶嘉诚和宋小静不合适，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叶嘉诚爱你是一种必然。你用结果去推导过程，那才是对感情的大错特错。赖俏的话，一下子把我击中了。也许他是对的，我太傻了。我跨越了时间，便惯性的认为，叶嘉诚是应该爱我的，是必须爱我的。我选择忽略，甚至不愿意承认他现在爱的是其他人。是我错了，我这是在自欺欺人。我越这样一厢情愿，嘉诚越不可能爱上我。不能因为你知道结果就不要过程了吧？你用结果去推导过程，那才是对感情的大错特错。赖俏说的对，每个人的人生和成长都需要过程，过程很珍贵，无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。我没有权利去剥夺嘉诚的人生过程，让他一步迈到10年后成为我的爱人。嘉诚，上天对我是厚爱的，因为他给了我又一次去爱你的机会。我要参与你的过去，重新认识过去的你。不管此刻你是否爱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静静等待，等你爱上我的那天再次到来。小姐，进来。哎呀，今天起得早嘛，都收拾妥当啦。来，让妈妈看看。怎么样？我们家小姐就是漂亮。当然了，第一天上班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好印象。是的，第一天上班要全力以赴。妈妈今天呢自己会去找孙医生的，有什么问题妈妈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，行不行？来，加油！易总出去工作还没有回来，你先跟我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。坐。总的来说呢，跟着易总工作，最重要的有3点：第一，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；第二，不该听的对话不要听；第三，不该好奇的事情不要好奇；最后，
我附送你一句：保持适度的愚蠢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要不要拿笔记下来啊？易总说话向来只有一遍 ，So am I。我都记下了，在这儿呢。OK， 重复一遍。1，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；2，不该听的对话不要听；3，不该好奇的事情不要好奇。最后附送你一点，保持适度的愚蠢。对了，还想请问一下，易总平时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？比方说，爱喝什么样的咖啡，爱吃什么样的东西？休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习惯？有没有什么必须要准备的东西？请您都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。看不出来啊，怪不得易总点名要你啊，记忆力还不错。行，咖啡的事情呢，待会儿去下面我教你。啊，对了，这盒39是给你的啊，公司体恤员工，最近天气不好，容易感冒。谢谢。会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像鱼儿游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。既然真的是家常，没有眼花，也没有幻觉，老天又把家常送到了我面前，这就叫天注定的缘分吧。师姐，师姐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你挂着我的脖子好疼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两位，易总好。玩的很奔放吗？你们认识？看来你在易贸的熟人还真不少。你也来易贸工作了吗？哎，你不是设计院的吗？嘉诚是我邀请来为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做设计的。易总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这不是意味着，以后我可以和嘉诚一起工作了吗？一佩，想我了吗 ，My dear fiance？ 下来说话吗？你怎么就不问问我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你不是一向都这样吗？我是因为想你才回来的。这个理由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干嘛？你就一点都不想我？切！说一个想字会死啊，又不是让你真的想。再说了，想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我爸妈想我呀，易老爷想我呀。我看你舅舅也挺想我的，就你不想我。他想你才怪。我在伦敦的时候遇见他，他说你为了收拾他的烂摊子，简直是拼了命啊！还说什么带回来一个英国设计师回来帮你，救你于水火。你信吗？当然相信了，为什么不相信？才怪！工作有那么有意思吗你啊？困在办公室这种地方多无聊。我一向都是个工作狂，陪你的时间肯定没有工作的时间多。
我不需要你陪我。你忙你的，我有我自己的事儿。行，说点正经事儿。你这次回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你终于对我的事儿感兴趣了啊？这回又是为了第几任男朋友？不愧是我未来的老公啊，果然了解我。玩归玩，别玩出事儿来，回头让你爸妈知道了，不好收场。有你这个 fiance 帮我保驾护航，我才不怕呢。不过易老爷听说我回来好像设了宴，还要请我爸妈。那肯定是为了催我们的婚事。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我倒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着急。佩哥哥，你就让我再自由一段时间，你高兴就好。deal。好啦，反正呢，我这次来你也没有时间陪我，那你就把张凯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最近的不，我近几年的安排都是由他负责的。再说了，你上次折腾他折腾的还不够吗？我不管，那你就给我安排别人。师姐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嘿，干什么呀？哎，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来了个女人来找易佩啊，不，用“来”这个词不准确，是飞到易佩身上的一个女人。飞到易总身上？笑啥？我们赵大小姐回来了。谁？这个世界上能飞到易总身上的人，不会有第二个。赵文文。赵文文。哎呀，易总未婚妻。哎，不对啊，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这名字耳熟，应该很正常吧？他们两个虽然没有对外宣布，不过八卦消息已经传遍了，早2年他们就订婚了。不然你以为咱们公司怎么会进军地产行业？进军地产？难道是他？在未来，赖乔是易贸总经办的员工。他那时候跟我说过，易佩有个未婚妻叫赵文文。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疯女人，赵文文，你还记得吗？易佩的未婚妻。对，之前易佩啊，把我给她当丫鬟用，把我累得半死，我还每天跟你抱怨来着，你还记得吗？怎么啦？他又为难你了吗？他没办法再为难我了，可惜死了。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滑雪事故，摔死的。哎，想什么呢，师姐？上班时间当我面发呆是不是？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想起来了？易总让你去他办公室。哦，好。倒杯咖啡，无糖无奶。进。易总。你坐。我跟你说几句话。
你很希望和叶嘉诚一起工作？真的可以吗？请叶嘉诚来设计格兰城的中央配套，他是最适合不过的。而且我对格兰城的项目都非常了解了，我可以对接叶嘉诚的工作。为什么他最合适？因为他是我未来心目中的贝聿铭。你跟他很熟？熟到不能再熟了。他是我的师哥。你很喜欢他？这也能看出来吗？你觉得呢？好吧，格兰城这个项目你确实很熟悉，交给你对接，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所以易总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来对接叶嘉诚的工作，对吗？耶！谢谢易总，您简直就是我回来之后的蓝胖子。不过，你要同时做好另外一份工作。啊？你好，赵小姐。赵小姐。我进来了。你好，赵小姐。坐吧。你就是易佩新招的女特助啊？是的，是易总让我来陪你。你跟他工作多久了？我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？我也是才来不久。如果易佩让你来陪我，顺道监视我的话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滚回去了。你跟他说你完成不了这个任务。赵小姐，易总只是让我来陪你，他没有说要我监视你。你以为陪我很容易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少了，多点儿，再多点儿。给我干什么呀？这是你给你自己倒的。怎么？你不是说要好好陪我吗？连一杯酒都不敢喝，你怎么陪我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容易激呀？我让你喝你就喝啊？毛巾拿过来，把浴袍给我。哦。打开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叫时简，时间的时，简单的简。既然佩哥哥让你来陪我，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是你唯一的 boss， 你就只能听我的，明白吗？当然。以后我们去什么地方，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只有你知我知，绝对不能有第三方知道，明白吗？但是有什么问题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统一好口径。那当然，具体怎么说我会告诉你的。
小佩这孩子真不错。是啊，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，哎，回来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路上耽搁了点时间，迟到了。我这时差都没倒过来呢，好困啊。快坐，快坐。谢谢。文文，什么场合呀？当着长辈的面，收敛一点。谢谢啊。时间给调的好看吗？哎，外公怎么还不开饭？好饿呀！饿了，那开始吧。好，来，文文在英国待着开心吗？这高中就过去了，开心不开心的说不上。国外是好啊，可是这好山好水，好无聊啊。如果觉得无聊呢，回到国内吧，让小佩多陪陪你。不用，他就是个工作狂，不用他陪。那这样吧，我们等到春暖花开，选一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礼给办了。亲家觉得怎么样啊？老爷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确确实实舍不得我这个女儿，但是我这个女婿，我非常的满意。看他们两个吧，今年什么时候办，你们两个自己挑，好不好？佩哥哥，你说呢？我都听你的。我没意见，你说了算。外婆、外公、爸爸妈妈的意思呢，自然是希望咱们赶紧把事儿给办了。但是呢，我又怕耽误他工作。佩哥哥一向是以事业为主的，对吧？一毛地产除了格兰城这个项目，其他的都刚刚起步，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打开局面。对呀，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事业，我还想做潮牌呢。佩哥哥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100%支持你。来，咱们家文文什么时候想做生意了？爸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老土啊？我这叫做艺术。艺术。再说了，佩哥哥对工作那么拼，我要是游手好闲的，那多不好啊。外公是吧？到时候你应该不喜欢我当年的孙媳妇儿了。文文，不管你怎么做，外公都会喜欢你的。能多享受一些恋爱的时光，当然是好的。但是一佩啊，我知道你很忙，阿姨呢还是想拜托你，能够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文文。这毕竟不能总是小别胜新婚吧。当然，你们有自己的计划，那就按你们自己的想法自己安排吧。好。你们两个呀，婚前相互了解对方固然重要，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彼此之间尊重和真诚。爸，我们怎么不尊重彼此了？我们可真诚了。佩哥哥比我还真诚，是不是？来，干杯！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先别站起来。易总让我来对接你这边的工作，所以你这儿工作还顺利吗？你看呢？其实你不用在意查尔斯那边，因为他毕竟是个老外，他根本不了解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所有的需求，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就好了。查尔斯是英国很棒的建筑设计师，我其实还蛮想知道他的设计理念的。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去窃取商业机密。不好吧？没关系。他的名片，我要想知道，自己打给他就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赶设计了，随便坐。那
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你的那个电话把我的电话号码屏蔽了，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你联络到你。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普通的工作关系，所以可以把那个设置给取消吗？OK， 我已经可以听到了。我先回公司，我们再联系，拜拜。这个，谢谢。点这么多呀？请稍等。哎呀，我好久都没有吃日餐了，这些我都想尝一下。哦，好。你看一下这个地址，你认识吗？朝夕剧院，我知道这在哪儿。好，那待会儿吃完饭你就带我去一下。那要不然我去帮你查一下今天有什么戏可以看？不用，你带我去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做。好。还有，还有，不管你带我去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跟我说过一些什么话，只有你知我知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记忆力不错啊。剑，开动！这也太难吃了吧！你不是说这家店是最好的吗？是很有名啊，你点的这些东西都好几百块钱呢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些菜看上去挺好吃的，怎么吃到嘴里那么恶心啊？这家餐厅的菜太奇怪了。要不然下次我带你去吃西餐吧。中国有好吃的西餐吗？当然啊。还凑合。Jane，我就吃这个了，其他的你都吃了吧。啊？没事吧，文文？都怪你，带我来的是什么破餐厅啊，害得我肠胃炎都犯了。和餐厅有关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肠胃炎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应该带你去喝汤或者喝粥的。李亨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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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亨利！易总，你来看一下这里。你看一下。这条长廊，它的透顶采光其实非常重要。阳光从这一面，所以说从我们这边是这个角度打入里面，刚好照射在镜面半透明的一面玻璃上，折射在地面的水石里，再加上旁边墙壁还有这一带的岩壁绿化，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湿润的雨林感。南方的天气，有一半都是雨天。这个我早就考虑到了。您再看这个。南方雨大，一直是持续性雨水天气。可是不管再大的雨，这7条管道对于雨水来说是绰绰有余了。与其将雨水沿壁引离地下，不如把它做成必经路上的一道彩虹。我在彩虹路边等你。大家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以后要相约放松的话，就可以说我在彩虹路边等你。快过来吃饭吧，都8点了。吃完再继续。易总，你要喝什么？把茶给我加满了。
好，哎，你怎么不问嘉诚喝什么呀？咖啡加1块方糖，对吗？对。哎呀，叶先生，石简好像很了解你嘛。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，有时候觉得他又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那他认识宋小晶吗？认识啊。哦，他知道你有女朋友。他当然知道我有女朋友，他先认识小晶，再认识的我。没事没事，他以前也有一个男朋友。是吗？现在呢？被甩了呗。谁被甩了？我被甩了，我被甩了。听说你有个男朋友？早就已经分手了，你不要在意啊。看你们谈工作谈得这么辛苦，来，多吃点牛肉。嘉诚，哟，宋小姐，易总您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刚吃完饭，现在准备聊设计。不会太早的。啊，我妈说她炖了燕窝，叫我接你回去喝一点。我爸说刚好你来了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要不我告诉他们别等你了。哎，别，既然宋院长在等你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。回头我看你的模型效果。也好，有什么事情找石简，要想见我，让他来安排。行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师姐，喝水。师姐，你是怎么能够来易茂上班的呢？我刚来工作没几天，来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师哥和易总有合作。这么巧啊？这不会是你计划好的吧？你想多了，师姐，这个计划我真做不了。小静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宋教授在家等我们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走吧。好。为什么不告诉我石简在易茂上班？我觉得没有必要特意提起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人。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踏实呢？这个时间只要一天阴魂不散在你身边，我就会时时刻刻想起他的风言风语。嘉诚，要不格兰城的项目，我让爸爸交给其他人做吧。你就跟我们好好准备英国的比赛，好不好？小静，你知道的，我向来对待工作是认真严谨的，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情绪影响到工作。喂，怎么了？小静，工作不是儿戏，是要有人去负责的。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院里把设计师给换了呢？那你这样子，设计院以后谁还敢把工作交给我呀？行了，你长大点儿，别闹性子了。我没闹性子，我也会没有安全感，我也会害怕的嘛。乖，别闹了啊。
要不我给你看样东西吧，好吗？闭上眼睛，闭上，快。打开吧。打开看看。这个是我妈给我的，她要我给我未来的儿媳妇。怎么样？现在有安全感了吧？这个定心丸我收下了。好了，你就让我好好忙完衣帽这个项目，之后我们再好好准备英国的比赛。妈，过来吃早餐了。来啦！哎呀，这么怎么样丰盛啊！你说你身体吃得消吗？白天上班加班，晚上又睡不好，早上还要给我做早饭，你不要累垮了？妈，你看我还年轻呢，我不会亏待我自己的，你放心。你看，我一早上吃这么多的东西，中午等到了公司，衣帽的食堂的营养是很丰盛的。给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担心啊，我这么吃下去还会变胖呢。那你要是累了，可要告诉我啊。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孙医生上次有没有交代过什么呀？他说了，化疗其实没那么可怕的，只6个疗程嘛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所以呢，他说要增强体质，要锻炼。我待会儿啊就溜达着，我自己就过去，然后呢坐公交车就当是运动了。要不妈妈，今天我上午请半天假，我陪你去吧，好不好？不用，你乖乖的上班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还要准备什么毕业考试吗？天哪，我都忘了，我竟然还没有毕业。我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啊？你连这个事情都可以忘的呀？你可真是的。失去你以后的那些日子，我也是自己一个人撑过来的。现在有你在，好吃，这点辛苦根本是小菜一碟。我有些担心。怎么了？查尔斯的设计，我看到了。你担心什么？这个人，你了解吗？他以往的作品我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，主要是英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些商业以及住宅群。的确，他的设计跟我想象的效果差距很大。他的风格更适合格兰城现在的需要。谢谢。你去过英国吗？去过。那你喜欢英国的建筑风格吗？喜欢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历史感，因为安全感，看起来就像一幅画一样。所以啊，查尔斯这一次就等于带来了一幅画。查尔斯的设计出来了。通过一点小渠道，我看到了。那易总喜欢吗？我喜不喜欢不重要。易总，我想通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好外部结构的一个最终效果，可是我刚刚想到了。查尔斯他的设计主要是以英式新古典主义风格作为基础，再加上
师姐刚刚说她的作品像是一幅画，我觉得与我的作品截然不同。这两者加起来，我想我应该会放弃多边立体结构的这种设计。接着说。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圆形。准确的来说，不应该是一个标准的球体，它可能会是一个扁圆体。好像飞碟的边缘，它有3个出入口，好像保龄球的3个孔一样，每一个出入口面向不同的楼层和不同的娱乐设施。地下2层，地上4层。有点意思。但如果这个项目过于普通或是相似的话，就一定比不上查尔斯设计的城堡。所以，不如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，无论是从里到外，从风格到结构，还是从外形到细节，做一个完全没有可比性、没有办法相比的选项。不过这个项目的确是有些冒险，非此即彼吧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冒险。交给你了。师姐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要去一趟学校，坐地铁过去。要不我打车带你去地铁口吧？好，谢谢。老公，我来接你下班了。哎，师姐，你去哪儿？我们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地铁。别磨叽了，这儿不好停车，赶紧上来吧。走吧，我们送你。走吧。师姐，我看易总好像挺喜欢你的。你一个大4的实习生就能够帮易总负责这么重要的项目，说明你还是有过人之处的嘛。没有，我只是比较幸运。师姐，我们嘉诚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别人打扰。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时间很紧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尽量不要去催他，好吗？嘉诚，你看，伯母送我的项链我戴上了，好看吗？刚刚宋小静戴着的项链，在未来是我的婆婆亲手为我戴上的。小姐啊，这个呀是我和你爸爸为下一代珍藏的一个项链，现在送给你，希望你和嘉诚好好过日子，可以一直传下去。谢谢，妈妈，把嘉诚放心的交给我吧。太好了，你不知道，妈妈心里啊一直有个遗憾，没有女儿。你看现在这不就有个女儿了，多好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到未来去。为什么要让我回来？为什么不干脆把我的记忆也消除？小姐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们想知道结局是否美好。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。
就算时间老去，就算无魂醒意，慢慢靠近。小姐，调整呼吸，像鱼儿游到水里去。我要世界都留给我。好了好了，他要和别人结婚了，嘉诚要跟别的女人结婚了。你看看你，谈恋爱谈得那么精疲力尽，你跟我说说呗，别一个人闷在心里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你回来的都是跟我讲的有关不好的，除了叶嘉诚以外，那未来总会发生点好事嘛。你跟我说说呗。我和……哎，别提叶嘉诚，咱们说点别的。在我去英国读书那3年，在那段期间，我有交过一个男朋友。哎，这个好啊，就说这个，你行啊你，是英伦绅士吗？休杰克曼、休格兰特、克林还是马丁啊？不会是憨豆叔那个类型吧？憨豆叔人家可是牛津的高材生，你懂什么呀？那是什么类型的嘛？是什么类型都不重要。反正我不会再去英国念书了。当时也是因为妈妈。呸！当时也是因为你，叫我去英国读书，换个环境，好重新开始生活。我说的。嗯，你说的。哦，那这3年间，我有去找你玩吗？没有啊。啊，这酒店和导游的费用都省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去呢？因为当时，你和陈子松怎么，分手了？分手才应该去找你哭啊？没错啊，可是那个时候，你跟陈子松是最好的时候，你每天都跟掉在蜜罐里一样，哪有时间想到我呀？那你这么说的，我们还能好3年呢，这也太长时间了吧？说不定这次是我先烦了，不是他伤害我，是我伤害他，我跟他提分手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开心了。但是小简啊，我这么想不是因为你告诉了我的未来，而是因为我走过的路让我站在这里。因为我站在这里，所以我才想我的未来。我现在就是一个22岁的女孩，我渴望得到一个无怨无悔的爱情。我觉得我遇见了，无论结果是好是坏，我都不后悔。我现在只想去爱他。你说的对，我也很希望我没有那段记忆，可是那段记忆没有办法从我的脑子里拿出去，没有办法当做没有爱过他，这段爱情没有发生过。可是你们的爱情发生在未来，不是现在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的时间就停留在10年后的那一天，那我现在回来，是不是一定死了？胡说！意外致死的人，第2天都不知道自己会死。你现在啊，就是一个22岁的女孩，马上毕业了，也找到工作了，阿姨的病呢也及时治疗了。你应该活在22岁，你也不能让你身边的人活在你的31岁啊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嘉诚就应该跟宋小晶去结婚了。他们明天就去领证吗？我跟你讲，不到领证那一天，一切都不是定局啊。虽然我是从未来回来的，我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好像你的思路会比我更清晰一些。因为我不会活在未来呀。哎呀，走啦，睡觉，走。
嘉诚。我们部门今天没什么事，我可以下班了。我还要在这里赶方案，可能会到晚上。你要累了，先回去吧。我知道啊，你慢慢改，我在旁边陪着你。刚好我也没什么事，我在这儿订订我们结婚用的东西。好。嘉诚，你看这个风格怎么样？草坪的婚礼一定会很浪漫。我们可以主色调定为白色，然后用一些粉色点缀，你觉得呢？草坪你喜欢就好。你也喜欢草坪吧？嗯。但如果我们定的日子会下雨就不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B 计划。你记得上次我们去看的那个花房，这种阳光房呢？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，都会非常有格调。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地方太小了，到时候观礼的亲戚朋友进去的人不能太多。要不我们就草坪吧。干嘛呀？你就不能停下来10分钟跟我聊一聊吗？我这是为谁啊？我这不是为了咱俩的婚礼吗？好了，你等我画完图以后，我安安静静的回到家里陪你聊，好吗？你累了，先回去吧。啊？不是，你干嘛一直要支我走啊？你在这里，我既不能安心的工作，也不能安安静静的陪你选。可我明天还要开会，今天的设计今天必须要赶完。你要是想看杂志挑选结婚的东西，你可以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的选，不行吗？听我的话，回去吧。难道不是因为一会儿有人要来监工吗？谁呀？石简啊！你，就算他石简代表义贸过来监工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我当然不担心你会对他怎么样，但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呢？我说你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那你让我怎么想他？跟踪我，托我给他找工作，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就进了义贸工作了，还在易总手下，还负责格兰城这么重要的项目，那你就不会想想这背后就不会有什么事吗？反正他那些招数我是不明白，但我敢打赌，她一定是那种人前小白兔，人后小妖精的女人。行了，我真的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，回家去吧，好吗？回到家以后，我安安静静的陪你选。我现在听这些，我一点思绪都没有了。走吧。我可以先回去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他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明天中午电影资料馆会放映《罗马假日》的胶片版。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电影，所以我就特地去买了2张票。我想请你看。打球一定很辛苦吧？我这里正好有松露巧克力。这个是波利尼钢琴演奏会，我排了很久的队，花了2倍的钱才买到，想亲自送给你。我会一直等着你。与其将雨水岩壁引入地下，不如把它做成必经之路上的一道彩虹。我在彩虹路边等你，
大家可以这么说：如果以后要相约放松的话，就可以说我在彩虹路边等你，咖啡加一块方糖，对吗？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只是这么静静的坐着就好。太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个我以为有些神经质的女孩，说出来的话，总是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呢？这几天和文文都干嘛了？到处逛逛，然后逛逛街、骑骑马，还有爬爬墙之类的。他没拉着你跟他一起去看戏？易佩怎么知道？难道真派人跟踪赵文文吗？在英国读书学习了10几年，他很喜欢戏剧。的确，他是想去看来着。如果易总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和赵文文一起订票。不用了。哦。叶设计，这边必须再加一根支撑，否则配重数值不吻合是不行的。这样会影响整体的效果。这个方法绝对不行，再想想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吧。哎，要不索性啊，就给他来一个对称，另一边也加上一个支撑，虽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，但是为了美观嘛。那怎么可能啊？小刘，你过来看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如果加上2条腿，它可能美观吗？好吧，咱俩审美不同。哎，如果面积能再大一圈，哪怕多出2平米的圆周，咱们就不需要这个支撑了。不可能，现场昨天我已经去看过了。喏，就这个位置，就这里，连1厘米的圆周都多不出来。我们只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了。叶设计，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。我今天就睡了2个小时，现在脑子一片混乱。我也是，大家都一样。行了，我看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个礼拜大家的确熬的时间比较长。小刘，你把这个图拿回去，想一想，明天早上拿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分析。好。哦，好的。走吧。走了。走吧。明天见。喂。叶嘉诚，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？都1个半小时了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和小刘开会啊。和小刘开会？你就连5个字的信息都没有时间回我吗？小刘呢？你让他接电话。他刚走。这么巧？所以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了？是啊。嘉诚，你已经连续加班1个礼拜了，我爸也没有要求你这么拼命。实在不行，我让我爸找几个人来帮你，你呢对付设计一下得了。干嘛那么较劲？小静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工作现在是我全部的重心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闹了？我没有闹，你现在的重心应该放在我们的婚事上面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继续这样，以后院里的工作我就不让爸爸派给你了。不是，你现在是要掌控我的工作和生活吗？我不可以吗？我们俩很快就要结婚了，婚后你的工作生活跟我是一体的，难道我不可以安排吗？你是不是非要让我爸爸出面，你才能答应我？宋小静，是不是以后我们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都要宋院长出来解决啊？啊？你成熟一点，长大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不成熟，我也不想成熟。我要你现在、立刻、马上出现在我们家楼下。喂。
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高彦飞，你这次必须得帮我，叶嘉诚他是在威胁我。大小姐，谁敢威胁你啊？你那是把嘉诚给逼急了。我劝你还是收着点吧，你再这样疑神疑鬼下去，不仅把嘉诚给推出去，还直接推到石简的怀里去了。你这不是防守，你这简直是助攻啊！再就是，人家石简性格比你温柔多了。换别的男人还是会选石简的。高彦飞，你站谁那边？你到底帮谁啊你？你站谁那头？停！忠言逆耳，忠言逆耳。嘉诚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表面上看着云淡风轻的，但是内心非常的笃定。他一旦下定了决心，这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怕你以后会后悔。我就是不愿意，不希望，也不想看到他跟石简出现在一个画面里。这个石简也真够阴魂不散的，他到底哪里好啊？嘉诚就非要搭理他。你越这样想啊，越造成嘉诚的逆反心理。嘉诚最讨厌什么呀？最讨厌别人控制他。那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这么聪明，还用我教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石简挺简单的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和死心眼儿较劲。与其针锋相对，不如化敌为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把石简发展成我的闺蜜？对了。她不可能对自己闺蜜的男朋友下手吧？这样一来，嘉诚也不会对我有意见，一举两得。高彦飞，你可以啊！那是。我原来怎么没发现？你招数那么多啊！你们女人可比我们男人会玩这些。不是自古有一个传承吗？这个宫斗剧，不是每天都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吗？你可拉倒吧！这要是哪个女孩落你手里，我觉得都得被你玩死。别，我可不像叶嘉诚那样，可一棵树上吊死。你别拐着弯的骂我。我之前给你介绍的那几个姑娘，人家现在可是天天在我面前吐槽你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我给你烧高香了。以后千万别给我介绍那种傲娇女王范儿的，小爷我真伺候不起呀，求你了啊！喂，宝贝儿啊，我们晚上一块儿吃饭吧？啊？哎呀，今儿手感还不错嘛。看来最近没少练啊。我这人打球是看心情，从来都不琢磨。爸，我先过去了，你们俩聊着。我听说，靳东特意带回来一个英国的设计师，想要参与格兰城的配套设计。是，舅舅对格兰城这个项目还是有感情的，要不然就用英国的设计师，让舅舅来负责。那这不合适，毕竟我们跟宋院长已经开始合作了。不过靳东这次还能够这么积极地参与这个事情，还不错。从哪里摔倒呢，就从哪里站起来。你多照顾一下他的感受，外公，等设计方案出来，两边公平竞争，谁做得好就用谁的。宋院长那边我去公关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那就照你的话去做。你跟文文的婚事定下了没有？最近比较忙，还没顾得上。小培，婚姻大事，外公不是想替你做主，那毕竟呢，涉及到你未来的生活，还有你的事业，
再加上你妈妈当年的选择，我到现在……外公，和文文的婚姻是我做的决定，咱们就不用讨论这个事儿了。易贸集团不可能只局限于制衣这一领域，华谊对我们的支持，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。我和文文的婚姻是战略性的，不可能是单纯的，我从来都是这么觉得。好啊，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。这件事情呢，在我们集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。能够早点定下来的话，就更稳妥了。啊，我听说好像万泽最近跟赵家呢一直在接触，赵鹏程可不像文文那么单纯呐。他不会因为我们两家的联姻，就会放弃他得到的利益。那万泽呢，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如果让他们得到先机，那以后的事就难办了。你盯着点啊！您放心，我会抓紧办。走吧。好。易佩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你跟赵文文的喜酒啊？我这个当舅舅的，怎么着也得给你们备一份大礼才行啊。先谢谢您。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，我在英国听到了关于赵文文的一些风言风语，说赵家这个大小姐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。文文性格一向张扬，没少得罪人，风言风语的话自然是没少说。我要是计较那些有的没的，倒显得我幼稚。大气。赵家这个女婿果然是没有找错人，一家今后的发展就全靠你了。背靠大树好乘凉嘛，还是得靠我们自己，单靠文文没戏。胸怀大略，我看好你。我祝你跟赵文文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你跟文文在一起了吗？没有啊，易总。他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目的？什么目的啊？我这几天就一直陪着他逛街 shopping 啊。就没发生什么别的事情？没有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去过什么地方，见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都要向我汇报。这合适吗？把那妈字儿去了。哎，完了！我感觉易佩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总觉得心里好心虚啊。他知道赵文回来是要找这个男人吗？这个倒是没有说，但他呢，让我去跟踪赵文文，可是我又答应过赵文文不说出去的。那你觉得这怎么办啊？总不见得让我撒谎撒下去吧？可是如果我不帮赵文文的话，你说按照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向易佩告状，那我这工作不就泡汤了？唉，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像个间谍一样，而且还是个双面间谍，简直就是考我的智商。那还是先找这个李亨利再说吧。这个神秘人士到底是干嘛的？你等一下啊。看，李亨利，男，40岁，上海人，话剧导演，曾经在英国留学，导演过舞台戏剧作品《迷失》。就这么多啊？这信息也太少了吧？再看看。你在未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吗？赵文文这个人，我向来都是在新闻上看到的，我哪知道那个什么李亨利到底要干嘛呀？这个大叔长得还挺帅的。他跟赵文什么关系啊？
周文不是要跟一佩结婚了吗？一佩知道吗？你想问的问题，我也想知道答案，可是我并不知道。这两个人啊，最好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说实话，我可不想陷入他们有钱人的关系当中去。我羡慕你还来不及呢。要不是一佩跟赵文文已经有了婚约，我可是想鼓励你把一佩给拿下的。那个自大的人，就算是再有钱啊，我都不要。来，借我用一下。我看你就是被叶嘉诚给迷了心窍。李亨利，那你查这个迷失呢？湖水路31号旁白戏剧工作室，看来我们只能乱找一通了。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呢？你好，请问这里是旁白戏剧工作室吗？以前是，现在改餐厅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，那请问这儿是不是曾经演出过一个话剧，叫做《名师》？不知道，可能吧。那您认识那位话剧导演叫李亨利吗？李亨利，没听说过，不认识。您稍等我一下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你会不会觉得面熟？有点面熟。嗨，这不李大川吗？李大川？啊？所以您真的认识他？他说他是《迷失》的导演吧？哦，这小子，信口开河的毛病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改不掉。那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找他。你找他什么事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是他的粉丝，我很喜欢他的话剧，所以想找他好好聊一下我自己的作品。这家伙倒是从来都不缺女粉丝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心好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离那个危险分子远一点，特别是你这样的女孩子。他很危险吗？哼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他最近好像是在那个什么魔力实验小剧场里面混，你可以去那里看看。谢谢你啊。宋小晶，她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你不要紧张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可能你曾经喜欢过嘉诚，所以我对你有一些偏见。过去在言语还有行为上面过激了一些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。这还是那个傲娇的宋小晶吗？她竟然会低头跟我道歉，竟然为了嘉诚，可以对我放下身段，委曲求全。我跟嘉诚，我们俩很快就要结婚了。我不希望这件事成为我们之间的芥蒂。而且你跟嘉诚在工作上也有合作关系，所以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放下彼此过去的一切，成为好朋友。毕竟多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强，对吧？命运还是跟我开了个玩笑。难道宋小晶才是叶嘉诚的新娘吗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。不过我跟嘉诚因为你有一些不愉快。解铃还需系铃人吗？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劝师哥？我就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变成最好的闺蜜，对吧？
是不是傻？他让你帮他劝和，你就帮他呀。师姐，你是不是回来以后大脑受损，人变笨了？这样的圈套你也麻利的自投罗网。但是，帮宋小金劝和，或许能让一切慢慢恢复到原来的轨迹。不知道嘉诚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师姐，你进进出出干嘛呢？看你半天了。你是来找我的，还是不是来找我的？对啊，我是来找你的。进来坐吧。我就是想问你，那个有没有找到设计灵感啊？想法很多，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灵魂。你也知道的，所有的设计都是南辕北辙，直到最后，方法只有一种。这个答案单看未必是最佳方案，但它是最合适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。这就是设计的魔力所在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？我在心里想的就是这个。你怎么会？真的吗？所以这代表我们心有灵犀。最合适的，我想到了。之前一定是我太过于重视建筑本体的设计感了，一味的想用视觉奇观达到惊艳的效果，忽略了建筑本体的一个设计功能型的需求，这才是建筑的核心点。师姐，你一句话提醒了我。真的吗？这一次，我一直沉浸在与查尔斯的竞争之中，忘掉了我自己的原则。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永远不要为了设计去设计。师姐，这回你帮了我大忙。其实，你不用太过于在意查尔斯，不管他是英国最有名的设计师，还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师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棒的，他永远都不如你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最棒的建筑师。谢谢。怎么了？这么晚没吃东西啊？我们一块儿去吃夜宵吧，我来请客，刚好来庆祝你攻克了难题。今天我想趁我有灵感，把剩下的设计赶完。没关系啊，我去把它买回来，你在这儿做方案。没关系，易总说了，这是他交给我的任务，一定要全力支持你的设计。我是在监工的，等我回来。老板，给我老三样。哎呦，石小姐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？我都准备收拾打样了。别，我刚刚可是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过来的，我连考试都没有这么拼命过。哎呦，石小姐，你可真是我们嘉兴小吃店的忠实食客呀！可不嘛，今晚对我很重要，需要你的这份小吃来加持。啊？我的小吃还有加持功能啊？当然了，全世界、全宇宙，我就喜欢你们嘉兴这一口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辛苦了。就冲你这句话，今天我就帮你帮到底了。谢谢。今天又可以陪叶嘉诚刷夜了，只要能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餐馆是不是都已经？你在等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愿意见到我？那我可走了。是我爸让我来找你商量一下，看什么时候安排双方父母见个面。有些事情女方不好提的，要男方主动的。怎么你还生气呢？我已经跟石简道过歉了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小江，你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吗？嘉诚，以后我不再怀疑你跟石简了，
我会努力的把他发展成我的朋友，好好跟他相处，不打扰你的工作，这还不行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婚姻是两个人的大事，要慎重。难道我不慎重吗？我为你改变了多少？难道你看不到吗？小坚，我好了，嘉诚，我们两个不要再吵架了，好吗？行了，走吧。小笼包如果凉了，一定要微波炉加热了再吃。粥如果吃不完，就明天熬上当早餐，千万别吃凉的，对胃不好。一直低着画图，对颈椎不好。喝点热水，补充点体力，别熬夜太久，注意休息。师姐。舅舅，您那边的最终方案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我们好安排个时间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两个方案，尽快的选择出一个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既然要进行方案的甄选，我们就需要一个评选的模式。光凭咱们易茂自己的评估，我觉得会有失偏颇。我建议成立一个专家评委会，从专业的角度对以上两个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，采取投票制，来进行最后的定夺。裴总，你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？舅舅的这个建议好，考虑的就是比我们周全。那专家方面由您来邀请，我全力支持。好。易总，你为什么要同意呢？还让对方来安排专家，这样的话，不是摆明了对我们不利吗？哎，你说这易钦东他又搞什么幺蛾子？每一次关键的时候他就说来捣乱。易总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对方说要组织一个专家评委会，拿你和查尔斯的作品进行评选，谁的分数高、票选多，谁的方案就获选。小程，你觉得呢？我无所谓，我的设计又不是拿来参赛的，这一点上，易总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可是，对方明摆着会拿他们自己人来做评委，到时候一定会倾向查尔斯，这样的评选对你不公平。没关系了，你对我作品没信心？怎么会呢？我说过，你是我唯一相信和欣赏的建筑师。那不就得了？那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我已经讲通了。可是我希望你可以被公平对待，而不是变成斗争的牺牲品。什么牺牲品？师姐，易总在这儿，你说话过脑子行不行？没关系，
既然嘉诚觉得没意见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。我对你有信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易总，我还是想跟你讨论一下接下来设计的方向。好。来，热牛奶。谢了。你蹲这儿几天了？3天了。这个李亨利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。哎，你说会不会这消息是假的呀？哎，我说，你还真成特务了呀？你干嘛不直接进去找人啊？拜托，人家是让我找李亨利，可没让我告诉李亨利我在找他。哦，所以你把我扣过来，跟你一起潜伏啊？对啊。是不是他？好像有点像。宝贝，是啊，爸爸来了，就头发长了，还瘦了，来，好像黑了点哈。抱。爸爸，我可想你了。爸爸，哎，你还不赶紧跟你老板打电话汇报啊？爸爸问你呢。不是我，哇塞，我这怎么汇报呀？奖金。你说这赵文文万一对李亨利是真的有感情，我这要是告诉他实际情况，这打击得多大呀？对哦。那但是赵文有易佩啊，他不是还没有跟易佩分手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有钱人的世界呢，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理解的。赶紧的。哎，宋小晶，你俩什么时候互动上了？他不是你情敌吗？喂，师姐。好了，您请。小心。师姐，你来啦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你说，嘉诚他会喜欢吗？他还挺传统的。应该会喜欢，他的眼光一向都很好。我还是再去挑一挑吧。哎，你也跟我去挑一下，说不定下一个新娘就是你了。走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拿去试试。哎，我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来，走，快去。我在外面等你啊。这给我吧。小姐，可以了。哦，好。师姐，师姐。出来吧。绝对不看，真的不看。好美，我都已经感受到了。哎，你为什么可以说好不偷看呢？干嘛不让偷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学我主修建筑，辅修就是偷看。真的吗？还有啊，穿这么漂亮的婚纱，不让我看，让谁看啊？说真的，你一定是世上最美的新娘，没有之一。你看着我笑什么呢？哦，你不许看我，你快点转过去，你不能看我。怎么了？没想到
你穿上婚纱，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嘉诚，你曾经在同样的场景里与我四目相对，那时你的眼里都是满满的爱意啊。嘉诚，你来啦。你看石简穿婚纱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这条是我给她选的。挺美的。你说石简要是来给我当伴娘怎么样？她一定是我们伴娘团里颜值最高的。石简，你愿意吗？宋小晶，你是要把我逼疯吗？你才是伴娘呢。好了，别强人所难了。你这样，石简她也不好拒绝。那我不是把她当闺蜜才让她来的吗？又不是谁都能当我宋小晶的伴娘。要不这样，石简，你先别着急回答我，你好好想想。你要是决定了，我随时给你订伴娘裙。嘉诚，我选了几个蜜月的地方，决定不下来，你过来帮我选选。走。现在的嘉诚眼中没有我，可我不能放弃，我必须要努力争取我的未来。再来一杯。啊？哎呀，石小姐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喝醉了。醉了才好，醉了就不会难过了。哎呀，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？谈朋友嘛。吵架有助于感情。再说了，看你对他那么好，就像你上次央求我给他做夜宵一样，他肯定跑不了。我老公要跟别人结婚了。啊？你结婚了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喂，老公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来接我好吗？我在嘉兴小吃铺等你。好想你啊！我心里真的好难过，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多难过，也没有人听我说，连我妈妈都不可以说。好希望一觉睡醒就能躺在你的身边，一切都没发生，该有多好。石小姐，你不能睡在这儿啊！你没事吧？我老公来接我了。你没事啊？啊？
昨天给嘉诚打电话来着，可是这明明不是嘉诚的家啊！难道这里是？完了！我昨天晚上都跟他说了什么，都做了些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时尚简约风吗？跟一佩的风格很搭配，果然真的是一佩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就他一个人住吧？参观够没有？你好，易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我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大了？有没有？是不是骚扰到你了？看来你没有完全喝醉。我是不是说了很多的胡话？因为我平常从来都不喝酒，所以一沾酒就倒了。把它喝了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不是故意要来骚扰你的。喝了。喝干净。宿醉，第二天容易头疼，要补充充分的水分和维生素，才能加速酒精代谢。不会喝酒就不要自己灌自己。我不过是自己心情太差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排解的方法。没有出什么丑吧？那你记得多少呢？我记得我去了嘉兴小吃铺，然后喝了好多好多的酒，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，然后好像就有一个人把我给架走了。我还以为是谁？我忘了，不记得了。你抱着我哭，吐了我一身，然后赖在地上死活不走。我看你醉成这样，如果把你送回家的话，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。所以让张凯给你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临时出差，把你送到酒店，我又不放心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你带回我家。那我的衣服，我的管家，女的，帮你换的。我对你真没兴趣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对我昨天晚上失常的行为向您道歉，我甘愿受罚。如果您觉得我有必要离职的话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记住了，买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还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，任何理由在我这儿都行不通的。你的衣服在洗衣间已经洗好熨干，自己去换。现在是8点半，给你15分钟时间。吃饭、洗漱，我在车库等你。OK？ 哦。那你愣着干嘛呢？我现在就去。什么？你吐了易总一身？你还抱着他哭？你还跟他……哦，不是，你还在他家过了一夜？
我真的都已经喝断片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一头撞墙上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连你都觉得我疯了，是不是 ？No， 我觉得易总疯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还能在这跟我说话呢？之前有一助理，因为在咖啡里多放了些糖，就被开除了，怎么哭都没用。我都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。师姐，你到底有什么魅力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我们易总喜欢上你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不然他为什么对你网开一面？哎，有什么招，教教我呗。别闹了，人家易总都有赵文文了，况且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人。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我在跟你开玩笑。OK。像我们易总这样的人是不会喜欢上你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的易总就像是座冰山，他不会对任何人动真感情，这也就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，不动真感情就没有弱点。赵文文也不是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麻烦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在一块儿，只是为了生意联盟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谈感情伤钱。哎，叶小姐，嘉诚，你……我还有事，你们聊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来。我来跟易总聊聊设计。我看你和张凯在说话，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那，你听见我和他说话了？对了，你昨晚给我手机打电话了。我在做方案，调静音了，没听到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昨天晚上给你回过去的时候，是易总接的电话。啊？他怎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昨天晚上在易总家？不，我没有在易总家。不是我确实是在易总家，可也不是我自己。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反正不是你想那样。我昨天只是喝多了而已。这是你的私人生活，不必跟我解释。嘉诚，我跟易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师姐，我没有想多，也没有误会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很讨厌我？看到我就很烦我。我知道你跟小静师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和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去祝福你，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不能去阻挠你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。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说出祝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未来，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显然现在我的幸福根本就与你无关，所以我可以祝福你，但请你不要祝福我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当樱花落地，让我亲吻你，我们的爱情不会停。没有月光的天空，握紧我双手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，用星辰的闪烁，跨越的时空，给你我能给的所有。如果我知道时间会放手，有些话还说不出口。如果能看懂微笑的面容，
就算时间老去，就算无关心意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像鱼儿游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，你留给我。现在的嘉诚眼中没有我，可我不能放弃，我必须要努力争取我的未来。你没事吧？啊？我看你醉成这样，如果把你送回家的话，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。所以让张凯给你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临时出差，把你送到酒店，我又不放心。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你带回我家。那我的衣服，我的管家，女的，帮你换的。我对你真没兴趣。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反正不是你想那样。我昨天只是喝多了而已。这是你的私人生活，不必跟我解释。嘉诚，我跟易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师姐，我没有想多，也没有误会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很讨厌我？看到我就很烦我。我知道你跟小静师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和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去祝福你，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不能去阻挠你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。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说出祝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未来，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显然现在我的幸福根本就与你无关，所以我可以祝福你，但请你不要祝福我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易总，石简这姑娘挺特别的，的确有点不一样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回不来了。走吧，我们聊聊工作。喂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你快点跟我过来。我找到李亨利了，
地址一会儿发给你。生存还是毁灭？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漠然隐忍在生活中猛烈的毒箭之下，亦或是奋力反抗，你再把这个挪一下。人生无涯的苦难。这两种行为，文文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？你怎么才来？停！这里你找到李亨利了？行，好，演示一次给你看啊。对齐了。哎，对齐了。生存还是毁灭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漠然隐忍，在生活中猛烈的毒箭之下，亦或是奋力抵抗，人生无涯的苦难，这两种行为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？这演的是什么呀？死了。哈姆雷特穿越到现代的英国，什么都完了，遇到一段艳遇，从此改变人生的故事。我们心头的创痛和无数血肉之躯所避免不了的打击。哦。一会儿彩排结束的时候，你把李亨利约到附近的 Moto 咖啡馆，我在那里等他。我跟他说是你要约他吗？不要。求之不得的结局。要是他知道是我约他，他一定不会来的。那我应该怎么约他比较好？你不能动脑子好好想想吗？这点小事还用我教你？好了 ，OK， 再来一遍，生存还是毁灭？李亨利不是说不来吗？喂，小姐。俏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赵文文和李亨利见面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就在外面看着他俩呢。我当时真的找不到你，文文。什么叫找不到我？电话也不接是吗？地址也换了是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，全身黑色，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鞋子，穿得跟个黑衣侠一样。哎，你说，不会是有人想绑架赵文文吧？她可是富二代白富美耶。不知道。赵文文，你现在就像个疯子！啊！李亨利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小姐，你，文文，文文，文文。快点打120！哦，文文，老天保佑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，不然一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医生，赵文文怎么样了？她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别紧张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是孕期常见的贫血。孕妇妊娠期血容量增加，血液会被稀释，所以呢，胎儿会摄取母体中的血，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贫血的状态。你是说赵文文她怀孕了？是啊，一般怀孕3个月以后就需要开始补铁，不然就容易贫血。提醒孕妇她情绪不要激动起伏，不然容易产生晕厥。不对啊，她不可能怀孕啊。这个我不清楚，你还要问你朋友自己。好，谢谢。天哪，赵文文
儿怀孕了。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怎么这事儿被我给赶上了呢？怎么那么笨呢？又不是没有怀孕过，竟然连孕吐都没有发现。赵文文不会不知道。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一培？可万一这个孩子……被吓着了。你应该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脸色有多难看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易总知不知道呀？要不要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陪你？你不会真那么天真，以为这孩子是易配的吧？你不怕你告诉他，他一发飙把你给开了？难道是李亨利的？不要再跟我提他的名字，我永远都不想听到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我之前已经找到他了，但我发现他有老婆有孩子，对吧？你都知道。早在英国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坦白跟我说清楚了。不过那是他前妻，他们离婚5年了，现在只不过是在一起抚养孩子而已。原来他并没有欺骗你，那你们之间就没有障碍了？他没有打算跟任何人再婚，也没有打算说跟任何人保持一个长久的关系。他去英国只不过是为了找寻灵感，而我就只是他众多灵感之一。可是我却把这个当成真爱，是不是很可笑？那未来怎么打算？有没有想好？未来的事情那就交给未来去考虑吧。反正我也没有打算真的要跟他怎么样，我这不还有易配拖着的吗？可是你哪儿那么多可是啊？干什么？你要可是出一个什么，然后跟易配打报告是吧？关于你跟李亨利的任何事情，我从来都没有跟易总提起过，一个字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可以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作到此结束。我会去跟易配说清楚。至于你的特别奖金，我会打到你的账户里。不用了，我并没有完成我的工作。我说你完成了，你就完成了。你不是很需要钱的吗？你跟着我干嘛？还不走？没受过我折磨啊？你不是受虐狂吧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？我有家，我有爸妈，我还有一大堆朋友，国内国外都有，我用得着你担心吗？可是你并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说出这件事，不是吗？至少要喜悦难过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喂，我失恋了，你哭什么呀？我也失恋了，好不好？你起码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得到过，可我却是得到过，却失去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更痛苦？你爱的人不爱你吗？他不但不爱我，他还马上要跟别人结婚了。我是不是比你更惨？他还要祝我幸福。啊，那么惨啊你！不过我跟你说，那个人就个傻子，真的，他就是个宇宙无敌超级大傻子。是我比较傻，
我还天真的认为，我还可以让他重新爱上我。我觉得吧，还是我更傻，更惨，真的。我是一个有婚约的人，你呢？你起码说可以选择说未来跟谁结婚。可是我未来的婚姻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选择，所以我比仔的话还是我赢了。可是，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从来都不会爱上任何人、那个冷冰冰的冰块人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相不相信我到时候给他打小报告，说你说他坏话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会，不能不嫁给他，因为我们约定好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婚姻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必然，我跟一佩就属于这种，所以我们彼此在彼此的心中都很难确定自己的位置，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。所以只要不要妨碍到两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一定会给对方最大的情感自由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不觉得婚姻就是一场冒险吗？是，就是冒险。你说对了，就是冒险。难道你不走进去就知道是宝藏还是荆棘吗？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当做一种冒险，死都不会。所以我才那么渴望爱情。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真爱，哪怕是飞蛾扑火，我也要认真的去爱一次。可是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什么是非做不可的。真的呀？嗯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没有的。Cheers！ 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倒流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喂，张凯，你知道赵文文赵家在哪里吗？你把地址发给我。赵文文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回头再告诉你吧，你先把地址发过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赵文文的公寓呢。昨天晚上我们俩都喝多了，我就住在她这儿了。但我刚刚起来，
我就发现他不见了，可是手机、钱包还有房卡全都在这儿呢。我担心他会想不开啊。想不开？为什么呀？你先帮我找人好不好？拜托了。师姐，易总，我会和赵家的人确认，你在公寓门口等我，准备好你的理由。嗯，知道了，易总。李导演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爱情故事的呢？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生活，所有的爱情，你必须用眼睛去看，用身体去触碰，用心去感受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是您经历了这样一段爱情，所以把自己变成了哈姆雷特，是吗？是的，我就是他。我带着巨大的伤痛，穿越到了英国，遇到了一个拯救我灵魂的人，改变了我悲剧的命运。观众在看完之后，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既然爱情改变了命运，那为什么结局还是悲剧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是真挚、热烈，并且短暂的激情，它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，是不可预测的。一旦它变得世俗跟平庸，那它就只是人无边无际的欲望。当我们被欲望吞噬和占有的时候，悲剧是必然的。那现实生活中这一段偶遇也是悲剧吗？它可以不是。停在最灿烂的时刻离开，你才会记得它。你非得在现实生活中也那么悲壮啊？哼，有些凄美，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是，我是 get 不到你加工后的故事。你们想知道加工之前他在英国真实的遭遇是什么样吗？想。他当时在英国。哎，时间还没结束呢，李导演，哎。易总，赵小姐回家了吗？没有。你的理由呢？因为她心情不太好，然后喝了酒，出门的时候没有拿手机和钱包，所以我就怀疑她。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出事儿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文文这几天都去过什么地方？商场、马场、小剧场，还有各种极限运动俱乐部、酒店、KTV、餐厅，就这些了。去剧场。为什么是剧场？你说呢？上车。上来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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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不让我说？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就好像在演电影一样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万众瞩目的女主角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有点恍惚，好像自己只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，不真实，可是很有趣。在我看来，你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角色。我知道你够诚实。在英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你只是为了找寻灵感。我也说过我愿意陪你一起找。过程是挺精彩的哈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谈过这种真的假的、傻傻分不清的爱情。
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，可是你却跟我说，这只是你为了人物创造出来的台词而已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动心了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也只是好像在扮演你创造出来的人物而已。你分得清吗？我分不清。还是你觉得说，其实这里所有的感觉，只是停留在故事里，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？文文，把那些美好的回忆都留在英国，留在过去的记忆里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，这都是要感谢命运的。在现实中，你是什么背景，我是很清楚的。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两个适合在一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我管它真的假的呢？我承认我爱上了。哎呀，你爱上的只是爱的感觉，不是我。可是没有人给我这种感觉，不是你是谁啊？你现在只剩下盲目的占有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爱情了。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轻的像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说人话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呢？那些是为了创作。信，我不信。对你来说什么是重？啊？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，我重重摔你舞台上，你觉得这是不是重？哎，能不能不要撒狗血啊？千万别干这种愚蠢的事啊！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啊？我愚蠢是不是？你明明就是爱我的，你为什么爱着我还不告而别？你为什么别把我顾消失？啊？好，不就是3个字吗？听好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但是啊，闭嘴！但是什么都不重要。我想要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总。易总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，全部了。你以为你是他朋友吗？并不是，你是我安排过去的。不是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因为我答应了赵文文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开口。师姐，你搞清楚状况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你解释这样的情绪在。你向我隐瞒了这件事，这才是你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可是，对不起，易总，是我错了。易总，待会儿咱们还有个会，要不先回公司吧？确定赵文文安全后，回公司见我。OK？ 知道了。怎么可能没有多余的情绪？易佩，你真的以为你把气氛藏起来，旁人就感受不到吗？我可不是22岁，不会被你责骂几句就委屈的去哭。你和赵文文毕竟是有婚约的情侣，这样的场景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都会受不了的。我不相信你可以如此冷血，如此无动于衷。文文，那个傻姑娘还在里面呢。
我的妈呀，我眼睛都快瞎了。易佩啊，易佩，你说这让我怎么跟你汇报？哎，只想确定一件事。孩子他真的是我的吗？林鹤丽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是文文。你说的什么鬼话？你是不是台词说多了不会说人话了是吗？你以为赵小姐是什么人？她需要用一个孩子来裹挟你廉价的爱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还说什么我就是喜欢恋爱的感觉，我是为了创作，滚蛋吧你！你刚刚都听见了？不是你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玩关你屁事啊！我流血了，我要去医院，说不定骨折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跑啊！我要报警。我告诉你，活该！你现在鼻子断了算对你客气的。你以为你自己站在舞台上特牛、特厉害、特帅、特迷人是吗？我今天就是替文文来教训你，你给我记住了。赵文文，你这都什么朋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还手。你刚刚看见了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动手怎么了？他先动手，我现在还手是正当防卫。你还正当防卫是吧？我正当防卫是吧？走！哎，来人呐！抓住那两个疯女人！你全都听见了？不是我，是易总，他全都听见了。他什么反应啊？他好像知道你不会跳下去。果然了解我，我当然不会了。虽然说我喜欢玩刺激的，但我还是很惜命、很怕死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是怕死，就不要再去玩滑雪了，好不好？滑雪顶多摔碎屁股，死不了。你想学吗？你想学，我教你啊。我还是先回去跟易总请罪吧。这一次他肯定得把我给开了。他帮了我这么多忙，而我为了你，竟然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既然他什么都听见了，那你也不需要再瞒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把你给开了的。就算说他这次非常生我的气，还是要把你给开了，那也没关系。那你就过来给我当助理，工资一样多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要了吧，长期的，我可伺候不了你啊，大小姐。其实我又不需要别人伺候我，我就需要有一个人陪我而已。走了。文文。你希望易佩生气吗？不知道。小姐，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啊？去银茂大厦，谢谢。好。嘉诚。我说你刚才打球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想什么呢？格兰城的项目还没想通啊？那项目早完了，明天还要开研讨会。那你愁什么呀你？我就是觉得，好像自青林回来以后，我感觉我和小晶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和轨道上努力。你这个叫婚前恐惧症，没事儿。等着哥们儿给你开一个告别单身的大 party， 让你再浪一回。我告诉你，千万别给我整那个啊！我特别不喜欢在人前疯的那种。再说了，我这也不是恐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感觉吧，好像我跟小晶之间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。她最近有些想法特别让我惊讶。这肯定不一样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宋姑奶奶我是挺怕的，但是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句实话。
这等你嫁给他之后，哦不对，你俩结婚之后，你就等着去接这个宋教授的班就行了。他估计也就10年就退休了吧。这10年期间啊，你就在城建院里头画画、画图，拿几个说得出名的这个建筑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打那天起就不想成为宋院长，我也不想接他的班，我只想好好的做一个建筑师，做我自己的建筑。这不就对了吗？所以说和你预期想的不一样。哎呀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！当初你和宋小晶谈的时候，也没想到背后有一个岳父这么一个大好事等着你。再说了，想走这条路的人多的是，那是咱宋姑奶奶看不上他们。你啊，就当是瞎摸碰死耗子，捡这么一个大便宜。我问你啊，你的成就感都来自于哪里？成就感，我啊，特别简单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上周我帮一老大爷老大妈改造了一个旧房子，改完出来一看，真漂亮。我要当时兜里有钱，我就自己买了自己住。就这事儿，我能乐1年。你知道吗？做好格兰城那个新设计以后，我好像就更加明确我自己人生中想要什么。所以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也是9头牛转不回来了。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，但是呢，有句话我得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真的选择跟他分手了，我不知道你的成就感去哪儿找。想想吧。走吧。哪天再打？再约吧。宋小姐，还有其他的款式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好。宋小姐，我们这里还有 PS 合成，可以预先看效果的服务。您可以发您跟您未婚夫的照片给我们就可以了。你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好的。难道又和嘉诚在一起？上次我来试婚纱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来的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我记得那个女孩。我好像还让你给她拍照片了，对吧？哦，对，你要是吗？哦，不用，你就用这个女孩的照片帮我合成婚纱照吧。用这个女孩的脸？对。